注意看，秦王竟然把刀架在楚王的脖子上，逼迫他把公主妹妹嫁给自己。原来就在刚刚，秦王向楚国公主提亲，没想到楚王不仅不同意，还在大殿周围埋伏了大批杀手，只等大臣摔碎酒杯，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杀了秦王。精明的秦王很快察觉了异常，眼看大臣拿起酒杯，殿外的杀手剑拔弩张。这时秦王立刻说：“等等，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”听到秦王有放弃的意思，大臣便没有摔杯。秦王本想切一块猪头肉来吃，但楚国的刀却太钝了。随之他掏出自己的匕首，一个箭步走到楚王面前。这把匕首如何？听到声音，杀手们一拥而进，面对杀手秦王面不改色。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窝囊的楚王直接吓得尿了裤子，连忙让杀手们退下。秦王软硬兼施，他放下匕首，回到座位，然后说：“为了显示诚意，愿意以一座城池为聘礼求娶公主。”楚王虽然有些动心，但想想太后必定不会同意，所以依然不肯答应。这时舒公主恰好赶来，楚王猜想秦王比舒公主整整大了20岁，所以公主肯定不愿意嫁给他。为了让秦王死心，他当面问舒公主：“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，秦王嬴驷声言非你不娶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。”大王恕罪，求大王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原来舒公主早已和秦王两情相悦，就这样，秦王提亲终于成功。按照楚国的风俗，定亲时要祭祀少司命来保佑姻缘美满，届时舒公主会亲自献舞。太后命人为她缝制了一件无比华丽的舞衣，好漂亮啊！这是微后特意让织坊中最好的织女用金线和翠羽编织数月而成的，上面还镶了那么多上好的珍珠。看到如此华美的舞衣，殷公主满心的嫉妒，于是她准备了一瓶加了泻药的凉茶。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舒公主猜测其中必有猫腻，但她却故意连喝几杯，不一会就开始腹痛。本以为舒公主无法领舞，自己就可以顶替她，不料舒公主却连忙推荐芈月，筹划了半天，竟给芈月做了嫁衣。殷公主气得脸都绿了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穿上华丽的舞衣，芈月惊艳登场，一下子成了全场的焦点。舒儿来兮